全球7000万人正在看的不是电影，是5个人、2天以及一片充满危机的无人区。这里是北纬23，国内最后一片未开发的原始丛林，而今天，他们将赌上一切。所有人听好：第一，进这道门，手机信号归零；第二，电子设备雷暴天气随时报废；第三，绝对服从向导指令。呸！行了行了，磨叽什么呢？赶紧的！出发。林哥，这怎么跟鬼片里的场景似的？你确定这是比赛路线？这条路我走过几10遍了。别说话，节省体力。没毒，七彩数码，无毒，但喜欢吓人。你越怕它，它越靠近。这种胆子来参加生存节目，你以为是春游啊？你要是再这样乱叫，把全队拖累在这破林子里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够了，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。哟，向导同志还挺怜香惜玉，那你要当心了。这什么鬼天气？刚才还闷得要死！坏了，雷暴导致强磁场，胸针信号断了。信号断了会怎样？意味着制作组收不到我们的定位信号，派不了人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往回走？回不去了，雨水已经把那片低洼地淹了。现在往回走，一脚踩进泥沼就别想出来。跑！所有人离开那棵！往前跑，前面有高地，快！别动，越动陷得越深。王胖子，拉我腰带！来了。够了！说什么？带着这2个废物，我们根本走不出去。这张图标注了另一条路线，超近道穿过这片林子，能比现在快2个多小时到达安全区。军事测绘，怎么会有人随身携带这种精度的手绘地图？那条路线走不通，那里靠近废弃矿区，地质结构极不稳定，暴雨冲刷后随时可能发生山体滑坡。你是害怕了？我是向导，我的职责是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。保证安全？这鬼天气还保证安全？醒醒吧，向导先生！我的路我自己走，要带的跟我走，要等死的跟着你们的向导继续磨蹭。你们不能这样，这种天气分开走等于找死。找死？你以为跟着他就不找死？你们3个自生自灭吧。完了完了，他们自己走了，没人帮咱们了。站起来，别坐着。室温最快的方式就是坐在冷水里不动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太没用了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把危险带进这片林子的人。跟我走，前面有崖壁，崖壁下方应该有避风的凹陷处。那他们怎么办？黑风他们选了那条路，后果他们自己承担。我现在的责任是带你们活着走出去。还有多远？
快了，前面那个坡翻过去就是崖壁，再撑10分钟。我腿没知觉了。迎面朝里，能反射体温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体温就会继续降。小莲，他这样还能走吗？不能走也得走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停下来就是等死。起来，王胖子，拉绳子！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，看前面，看到那个凸出来的崖壁没有？到了那里就能生火，生火就能活。最后50米，走。把背包打开，找所有干的东西。哪还有干的？全湿了，我背包拉链都没拉紧，雨水全灌进去了。找防水袋、急救包，什么东西都得翻。就这些了。2套干衣服，1包压缩干粮，1把刀，1盒火柴，1个壶。先收火。纱布是易燃物，拿火柴来。我来。火柴点不燃大柴，要一层一层来。暖和了。先吃，吃完把衣服烤干。今天晚上会很难熬。今天晚上，明天雨会停吗？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吃东西。怎么了？不好吃？我在想，另外那几个人，他们在外面怎么办？峰哥，这路不对，图上标的明明是往左拐，你怎么一直往右走？图上看是往左，但左边是条深沟，暴雨冲到现在，沟里已经成河了。往右绕一点，多走20分钟，比掉水里强。咱们带的东西都泡水了，干粮全废了。峰哥，今晚要是找不到避雨的地方，闭嘴，往前走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峰哥，这坡是不是要滑了？往回走，跟林墨他们会合。回？你不是说那条路是送死？咱们迷路了，回去找向导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再吃一口。我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也得吃，你的身体在对抗室温，热量消耗是平时的3倍，不吃东西体温还会掉。林哥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觉得那黑风不对劲儿？我见过太多风的人，打钻的人，地质勘探、矿产采样或者定向爆破。你是说，他们不是来参加比赛的？我没这么说。今晚轮流守夜，你们2个先睡，4个小时后我叫醒你们。林指导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们迷路了，走了快1个钟头，一直在原地打转，雨太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记得你走的时候说，带这2个废物走不出去。是我嘴欠，我当时急了就胡说八道。在这种地方，没有向导谁都走不出去。我认。我们3个在外面转了一大圈，物资全泡了水，干粮都成糊了。2个人开始发高烧，他们身上全是湿的。这么下去扛不到明天早上。林指导，算我求你，让我们在洞口烤个火，
只要害干衣服，我们立刻走。林哥，外面雨这么大，让他们在洞口待着也……可以。你们的包放在外面，身上所有金属物件全部放在洞口。进洞后不许超过火堆这条线，衣服烘干，人就走。行，你说了算，衣服烘干，人就走。我并不相信他，从第一眼看到他虎口后点和那张手绘残图时就不相信。但向导的抄袭是，只要你还这片林子里，我就不能看着你死。进来。谢了，这条命算是欠你们的。行了，之前的事不说了，等雨停了，咱们一块走出去。你那2个兄弟在发烧，低烧，吃了点退烧药，但都被雨泡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效。路上阿坤崴了脚，麻子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石头上，这一路是真倒霉。那条路不好走。是啊，塌方区地质不稳定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当时没信你，是我不对。睡吧，今晚我守第一班，4个人4个小时轮一轮。按住他们！先控制最容易控制的人。趴下！阿坤，包走！那个灰色的包，是我们3个人活下去的最后一张。如果包被拿走，没有干粮，没有火柴，没有药，我们都得死在这片林子里。不能放手，死也不放！特喵的，给你脸了！死也不放！什么情况？你真是个合格的向导！波哥，快跑！这个斜坡要塌了！你到底要追到什么时候？把包放下！林默！你就当为环保做贡献了吧。林默！林默！别过来，这地是空的，你过来，我们2个一起掉。杜小小，你的矿场！我没事，腿伤了，爬不上去，找绳子。没有绳子，绳子全被黑风拿走了。那个包里的东西什么都没剩。林哥，你等着，我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别乱跑！外面雨这么大，你要是也掉进什么坑里……王胖子，在，林哥我在。小小呢？他刚才走了。你掉下去之后，他就一直在坑口蹲着不说话，我叫他也不应。然后大概半小时前，他突然站起来看了坑口一眼，转身就冲进雨里了。我叫他，他也不理，已经走了快半个钟头了。他不是跑了，那他去哪儿了？去找藤蔓了。这种坑口没有藤蔓，他得回之前那片岩壁，一个人赤着脚在暴雨里。那是老藤，韧度最高，一个能撑住1个人的重量。老藤要最粗的，能撑住1个人的。闭嘴！
你跑了快1天，就是去找这个？林墨，我回来了。岩金藤老藤，你去的是西北方向那片岩壁，往返至少3公里。在这种暴雨里，苏小小，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事吗？你做了一个向导助手该做的事。现在你把藤蔓按粗细芯好了没有？分好了。好，3根粗的做鼓芯，6根细的在外面绞边，编3股再绞成1根。你之前在洞里编过，这次藤蔓更粗，需要更大的手劲儿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做得到。爷爷还在 ICU 等着10万块钱，林墨还在坑底等着这根绳子，我没有时间哭。绕手腕上，继续。林哥，就剩最后1股了。林墨，接住！编得好，我现在上来。我做到了。你不再是那个被蛇吓得瘫坐在地上的女孩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告诉任何人，你救过1条命。回去之后打破伤风，现在先止住。林哥，太好了！这是黑风的东西，他抢包的时候从身上掉下来的。难怪黑风要带重型破拆兵符，他抢了防水物资包之后不往回跑，反而往林子更深处冲，是因为他抢的不是物资，是时间。他们是盗矿的，看这里，这是他们从节目组报名时就计划好的路线。这片废弃矿脉在50年前被封锁，矿古局封存了所有勘探资料，但有人留了这张图。他们拿着图来，目标不是比赛奖金，是那些翡翠原石。在这儿，绕过了塌方区，正从东侧接近矿区，比我们快了半天路程。那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他们有炸药，你说的定向爆破就是定向爆破，用炸药炸开矿脉采石，这是非法盗矿的标准操作，效率高，成本低，但风险极大，尤其是在这种暴雨天气下。一旦他们在这个位置引爆，引发的山体滑坡会把半座山掀掉，泥石流会沿着这条山谷冲下去，山下3个村子全在冲击范围之内。3000多人，3000多人的命，所以不能让他们炸。可是咱们没吃的，没火没药。我们有地图，黑风丢了地图，他只能凭记忆。他走过1次近路，但暴雨改变了地形，他现在所处的区域全是沼泽和泥石区，他需要绕路。而我们有了这张图，图上有3条备选路线，其中1条是他们不知道的。这条路线虽然陡，但在山基线上，排水好，不容易滑坡。如果现在出发，我们有机会在他们到达矿之前截住他们，但速度要快，不能停，不能休息。吃的东西只有2块压缩饼干，路上能找到什么吃什么。脚上磨出水泡自己挑，扭了脚踝要压走。这将是我们这辈子走的最难的一段路。愿意跟我走的，站起来。他们在洞口曾踢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我不逃了。走，反正坐着也是等死。安全绳，3个人1条命。走。他们在暴雨里走，能见度不足5米，加上没有完整地图，肯定会迷路绕远。我们走山脊，比他们快至少3个小时。这是黑风的破拆工具，他在找矿脉路头。这是连工具都扔了，说明他们走得非常急，不是赶路，是逃跑。逃跑？他们不是要炸矿吗？炸矿需要时间，但他们先迷路了，又被暴雨浇了1整夜，物资虽然抢了，但体力也在消耗。现在他们在跟时间赛跑，如果他们先到矿区，我们拦不住；如果我们先到，我们就设个局。峰哥，你快看前面！我从北坡翻过来，上石坡时没踩稳，石头松了，炸药、银杏都在。峰哥把我带出去，我知道我不该跟来，可我……峰哥，别把我扔下！炸药留下，你的事儿我记着。够了，有炸药，有大致方向，炸开那条矿脉，拿上东西就走，谁拦杀谁。我知道那座废矿在哪儿了，翻过这道坡就是。4公里，方向走偏了，至少还要绕3个小时。他们带着炸药，比我们预估的要多，还有不到2小时，我们就能提前到达矿区。时间够用，够用干什么？
这就是那个废弃的翡翠矿，看着跟鬼片里的场景似的。黑风要找的不是这种，这是死脉，他们要找的是活脉，含冰种翡翠的高品质矿脉。活脉在哪儿？在后面。活脉在这个坑道下方30米处。当年勘探队打了探孔，发现下面有高冰种矿脉，但开采成本太高，而且地质结构太不稳定，喀斯特地貌，地下溶洞太多，一炸就塌，所以就封了。那黑风他们就是要炸开这个封堵层？对，他带的炸药足够炸穿封堵墙，但炸穿之后，震动会直接触发连锁性塌方。这个废矿的结构是上下3层，一旦中间层塌了，整座山都会往下坐。3个村子，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，如果半座山滑下去，泥石流冲到村口用不了3分钟。那我们赶紧报警！没有信号，胸针早坏了，手机也没信号。等雨停了出去报信，他们早就炸完了。所以我们自己拦。这是当年留下的承重结构，这根梁支撑着岔口上方的浮石层，如果把它震下来，岔口就会被堵死。不止，这根梁承着上方至少20吨的碎石，一旦塌下来，这条主矿道会被封死至少30米，他们就算有炸药也进不去。那我们直接把它弄塌不就行了？堵死入口，让他们进不去。不行，这条矿道下方是地下溶中群。盲目让它坍塌，震动可能直接引发更大规模的自然塌方，等于我们自己引爆了黑风的炸药。要做局，让他们进来，但进不去封堵墙，让他们消耗体力，等到最后关头再收网。怎么做局？有材料，有位置，剩下的就是时间。天黑之前，我们要布3道坎。滑索结，一拽就紧，往上推才能松开。他教过的。这根轨道钢撑着裂缝的岩壁，一旦有人拽动这条藤绳，轨道钢就会被拉出，裂缝2侧的岩壁会瞬间合拢，把上面的碎石全部挤下来，碎石落点正好封住矿道入口。这也太悬了吧！万一谁不小心碰到那根藤绳，所以藤绳要藏好，而且我们不设置这个当主动杀伤武器，这是退路。如果我们拦不住他们，就退出来触发这个机关，把入口封死，把他们困在里面，等救援队来了再说。3道坎的目的不是杀伤，第1道坎吓他们一次，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人；第2道坎逼他们停下来，花时间撬门，消耗体来封死入口。如果能拖到坎，是我们最后的保险。暴雨会把山路彻底冲断，到那时候，黑风就算炸开封堵墙也没用了。冲溃的道路会让他们的盗采没有任何意义。现在，我们可以烤一小会儿火了。吃，已经剩最后2罐了。林哥，你说，黑风他们要是发现我们在矿里等着他们，会怎么办？不会怎么办？他们没得选。他们没有完整地图，不知道炸点在哪里，但矿口只有这一个。他们要炸山，就必须进这个洞，所以他明知道可能有埋伏也得进，赌不起。林大哥，你之前说黑风是跨国盗矿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见过他们这种人。10年前在缅甸边境，也是翡翠矿，也是趁着雨进山，想趁天气掩护炸开矿脉偷运出去。那一次，山体滑坡淹没了半个村子，死了20多人，最小的才4个月。我当时在那片区域做野外救援，挖了3天3夜，挖出来的全是遗体。后来那个盗矿团伙的头都跑了，到现在也没抓到。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第2次，至少不能在我眼皮底下发生。等拦下他们之后，我要拿那笔奖金救我爷爷。我也是，我妈还等着我拿奖金做手术，咱们3个都不能死在这儿。我们3个一定会活着走出去的。来了，就是这里，第3坑道废矿入口，跟我走。来吧，3道坎，等着你们。点火！峰哥，这洞有点不对劲，地上的脚印不止1组。林木，他腿都断了，还比咱们先到。峰哥，会不会有诈？他们比咱们先到，肯定在洞里做了什么。这是第1道坎，脚印让他以为我们去了右边，实际上右边那条矿道通向的是塌方区死路。他走到头就会发现不对，然后折回来，来回至少浪费20分钟。峰哥，走哪边？右边。别动，还没完。那他折回来之后就会选左边。左边矿道尽头是铁门，铁门被我们用轨道钢扇死了。他要撬开铁门，至少还得花10分钟，加起来半小时，够我们把他们的体力消耗一轮了。峰哥，这脚印怎么这说不通啊？峰哥，
脚印明明走到这里就没了，但人没了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他往回走了，要么他钻过去了。往回走的话，会有往回走的脚印，但这里只有一个方向的脚印，而且走到这里就断了。死路，人呢？他没有往回走，他故意走到这里，然后推着踩回去了。他耍我们，往回走。他发现了。那他会不会？会，他会选左边那条矿道，然后顺着脚印往下走，走到铁门面前，他会发现铁门被我们从里面杀死了。他会敲门，敲开之后他会发现什么？嘘。铁门后面不是主矿脉？当然不是，铁门后面是通风井，当年用来给主矿道送风的一条管道，我把它用矿渣填了半截。看起来像是通往主矿脉的入口，真正的通道在通风井左侧，被我用碎石盖住了。这就是第2道坎，让他把体力耗在迷路上。等他摸到风堵墙的时候，已经没多少力气折腾了。峰哥，死不了。缺了一条腿，竟然还能耍我！给我搜，这附近一定有别的通道。峰哥，这里。走，矿脉不远了。他们进去了。对，前2道坎一共拖了他们将近40分钟，现在他们体力还在，但情绪已经压到了极限。接下来他们会在下面看到那片活脉矿墙，他们会疯狂，会把所有炸药集中布置在封堵墙的承重节点上，他们会觉得胜利就在眼前。然后第3道坎不是给他们准备的，那是给谁准备的？给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拦不住他点燃引线，就立刻退出来，扯断藤绳，触发洞口的碎石机关，封死矿道入口。封死之后，他们就出不来了。那山还会塌吗？塌不了，只要炸药不在封闭空间内引爆，震动的能量会被岩情吸收。这片山能撑得住，但封在矿道里的人会撑不住。没有食物，没有光，没有出口，最多48小时，等救援队来。所以优先方案不是封洞，优先方案是抢下引线，把所有炸药用水泡烂。只要炸药废了，他们就是一群要没牙的狗。林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跟紧我，全程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我让你们跑就跑，不要回头。林哥，这洞怎么跟活的似的？找到了，活脉就是这里。峰哥，这一面墙要是全搞下来，得值多少？值多少不是值多少的问题，这东西不能用钱算。外面市面上的冰种翡翠一克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一片活脉矿墙，挖下来够我们吃10辈子，不是发财，是直接改命。可是峰哥，咱们没有完整地图，不知道炸哪里才能炸开主脉，万一炸错了，用不着地图，这是天生的炸点。沿着这条裂隙布置炸药，引爆之后，整面矿墙会从母岩上脱落下来。我们不用炸开整座山，只要让矿墙裂开就行。他不是要引发山体滑坡淹埋村子，他是要偷走这面墙。但即使如此，在暴雨浸泡了3天的喀斯润洞里引爆任何炸药，震动都极到可能触发小规模的塌方。而且一阵他塞炸药的位置，那条天然间裂隙的上方，这个溶洞的顶会整块掉下来，不是炸山，是炸洞，洞里的人还是会被埋。拿一下。哦，玉璇。黑风，别点了。你还活着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。腿断了，没死。你要炸的不是封堵墙，是天然缝隙。小剂量精准爆破，直接把矿墙剥离母岩，然后趁暴雨掩护把原石切割运走。计划不错，但你漏了一件事。什么？
这条裂隙上方20米就是溶洞顶部的承重节点。暴雨泡了3天，岩层含水量饱和，震动传导率是平时的3倍。你这一下炸下去，矿墙可能不塌，但溶洞顶会塌。溶洞一塌，整层岩壳往下掉，这条矿道的出口会在5秒之内被堵死，你会被封死在这座山里。你是说，我如果炸了，我自己也会死？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找这个矿吗？10年，不是3年5年，10年。从缅甸到云南，从云南到川西，追着这条翡翠矿脉跑了几千里。50多岁了，老婆跟人跑了，儿子不认我，我这辈子什么都没剩下，就剩下这个。只要能把它弄出去，死在里面也值。值不值是你的事，但山下的3000人不欠你人就不欠你什么。阿坤，蚂蚱，抄家伙！阿坤，别开门！别动了！阿坤他们2个已经被我的人制服了。你真是个合格的向导！师哥，都要塌了！李牧，你干什么？我需要一根支撑柱，你背包里那节轨道杠给我。把胖子刚才用的藤绳给我2节。拉，把柱子往我的方向拉。再拉一点，慢。快把炸药取出来。王胖子，让我踩你肩膀上。撤！所有人撤出这条矿道。走，走吧，我这辈子就值这一面墙。跟上。活下来了。都在。林指导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清点物资：压缩虎粮4包，午餐肉1罐，火柴3根，急救包1个，碘伏半瓶，止血粉2包，三角巾1条。王胖子的背包里还剩2罐黄豆，小小的保温毯还在。你们呢？就这些。 6个人，食物够撑1天，火柴只剩3根，生火得省着用。急救包里的东西够处理小小手上的伤口和蚂蚱的脚踝。先清创，雨水里全是细菌，伤口泡了1天半夜，不处理会感染。我来。3天不要沾水。你之前说你见过这种人，10年前缅甸边境那次你挖了3天3夜。对。后来那些人抓到了吗？主犯跑了，从犯抓了3个，判了15年。你这次为什么不跑？你腿断了，地图也在我们手上，你完全可以带着我们下山，等雨停了再报警。因为暴雨不会等我们，炸山的引线不会等我们，山下3000人的命不会等我们，有些事等不起。还有一件事你没说，黑风是你见过的那种人，但你留下来不是为了抓他，是为了不让自己后悔。雨小了我们就出发，往前翻过这道山丘，有一条废弃的林场公路，如果能找到路，半天就能走到最近的村子。那黑风不用管他了，有人会来管他的，不是我们能管的事。峰哥这辈子就被一个贪字害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但变了归变了，有些路走了就回不了头。今天在洞里，
他让我先退出去，他自己留在最后接引线。他不是让你们抓他，他是真的不想出来了。这种雨还会下1天1夜，我们不能等了。再等下去，这条山沟会被泥石流封死，谁都出不去。现在就走？现在就走。阿坤、麻子，你们走中间，王胖子断后，小小跟紧我。跟紧，别掉队。弯腰走。还有多远？翻过这道梁，就能看到林场公路。不能停，跌到极限再滑坡。那边有人，他还活着。活着。铁头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峰哥呢？还在山里。他把我丢下了，我知道会这样。我包里有张工牌，是我哥的。他在缅甸，找到他，告诉他我没给他丢人。急救包、三角巾，所有能撕成条的布。忍着，找个能遮雨的地方，把他抬过去。峰哥说我是废物，丢下我就走了。他不是丢下你，他连自己都丢了。铁头，你听着，我们现在要翻过这道山脊去林场公路。林场公路走到底就是最近的村子，村口有手机信号，我叫人回来抬你。我让你靠在这棵倒树上，树根把泥层层固定住了，这块地不会滑。急救包里剩最后一包压缩干粮和半瓶碘伏，全留给你。保温毯撕一半给你盖，撑住，4个小时内会有人回来接你。你就是峰哥说的那个向导，他说你是傻子，说这种年代还讲什么职业操守的人，活该一辈子受穷。我觉得他错了，你不是傻子。外木，气象观测站废弃了10几年了，到了那里就有铁皮房顶，能遮雨，能生火。王胖子，把床上那床棉被扯下来铺在地上。小小，把剩下的干粮分成5份。阿坤，你跟他2个去找所有能烧的东西，桌椅板凳、碎木片、破布，干的湿的都要。将就着塔，比泥地强，省着力气，够烧到后半夜就行。你们跟黑风多久了？我跟他3年，蚂蚱2年，铁头最久，跟了7年。7年跟到被他扔在林子里等死。峰哥以前不是这样，我跟他第1年，他在瑞丽开了个小玉器铺子，生意不大，但正经买卖。后来被人设局坑了，一批货全让人调包，血本无归。老婆带着孩子走了，铺子抵给债主。从那以后他就变了，他说正经生意做不赢骗子，那还不如直接去抢源头。其实我们知道他在干什么，非法探矿、越境盗采，抓到要判很多年。但跟着他有钱拿，一次顶打工10年。我们几个都是没文化、没手艺的人，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？我娘去年病死了，我没赶上。我在缅甸那边帮他找矿脉，我知道的时候人都埋了1个月，信号不通。等我知道的时候人都埋了1个月了，我连坟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吃点东西，你脚踝再不处理，明天走不了路了，会疼。没事。谢谢。今晚轮流守夜，王麻子第1班，我第2班，阿坤第3班。火不能灭，外面还在下雨，气温还会降。如果火灭了，所有人都会在睡梦中失温。林哥，你放心，我看着火。
铁头还躺在倒树下，黑风还在矿洞里。这山在滑坡，明天能不能走到公路还是未知数。你别说话！你刚才在说梦话，说了一堆。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老老实实回答。第一，黑风带的炸药是哪里来的？缅甸一个叫老吴的人手里买的，商用化学炸药 ，TNT 得量不高，但够炸开矿墙。买了20公斤，分4包装。峰哥让铁头带了1包从北坡摸进来，剩下的我们3个分了。第二，你们来这片林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找矿，天然翡翠卖矿。坐标是从一个老矿头手里买的。他说这片矿区军阀时期封的，废弃了几十年，没人管。峰哥说趁着暴雨季节，暴雨天没人进山，无人机也飞不了，炸矿的声音会被雷声盖住。第三，山下的村子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峰哥说不影响他们，他找的是天然裂隙，只要小剂量爆破就不会引发大塌方。但我们都清楚，在这种泡了3天雨的山里，谁敢保证不塌？你知道这些东西录下来，等你出去之后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立功了。睡觉去吧，明天还得赶路。换我了，去睡，还能睡3个小时。听了再说。缅甸商用化学炸药，20公斤分4包，趁着暴雨季节，在这片泡了3天雨的山里，谁敢保证不塌？林大哥，雨是不是小了？小了，天亮就走，你还可以再睡半个小时。林大哥，你说的缅甸那次，后来那3个村子的人怎么样了？搬走了，重新划了安置点，离那片矿区10几公里远。现在那个村已经没了，只剩几堵老墙。那就好。这个还给你，我昨晚看了好几遍，差不多能背下来了。等我们出去了，就算这张图被水泡烂了，我也能重新画一张出来。苏小小，你以后想干什么？我以前想当护士，我爷爷病了之后，我在 ICU 门口等了1个月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会打针，会看监护仪，也许就不用每次都叫护士了。但我不敢考，我怕我考不上。你能考上，回去之后把爷爷治好，然后去报名。这些食物构成到村子，前提是中午之前能到。能到。有人比我们先到这条路，身高1.8米以上，体重至少180斤，左脚踩得比右脚深，左腿伤了或者扛着重物，走了不到半小时。是峰哥，他没死，他出来了。追！他加速了，知道我们在追。他往废弃水电站的方向走了，想从那边过河。那边有座铁索桥，但那座桥头的木板几年前就烂光了，只剩2根铁索。我们不走那边，直接涉水。林哥，这水深能过。我走前面，王胖子扛藤绳跟上，把绳子拴在对岸树上，小小抓紧绳子，蚂蚱和阿坤最后。水到了要就停下来，林哥！一个一个来，抓紧绳子，不要看水，看对岸。他出不去了，那道山沟是死路，3面都是断崖，只有入口没有出口。他不知道。那咱们还追吗？追，但不是为了追他，是为了赶在他前面到村子。我们必须先把证据和所有人带出去，再带救援队回来。至于黑风，大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。3个小时，太阳落山前，所有人都能躺上真正的床。
有信号了，林哥，有信号了！阿坤，手机给我。林默，你还活着？信号断了3天，我们已报警了。直升机因为暴雨没法起飞，你们到底在哪儿？安静。第3康道往东1公里岛树下，被困人员铁头，右后腿开腹式骨折，体温极低。坐标我发你手机，马上派人。黑风在矿区外围死路，3面断崖，没有地图出不来。警方到了先封住山沟入口就行。另外，苏小小、王胖子、阿坤、蚂蚱5人安全。我们需要医疗队和一辆能开到神岭公路尽头的车。完毕。林默，你得坐下来。不用，半个小时内救援队到，到了再说。半小时？咱们不直接走下去？村子就在眼前了。走下去要40分钟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件事没做，铁头还在山里。我说过4个小时。我去，我认得路。王胖子把手机录音给我一份，我带着。你们带着蚂蚱和小小先下山，我一个人去，路熟。快！峰哥是我跟了好几年的大哥，他欠的债，我帮他还一点。我也去，2个人抬一个伤员，总比1个人背强。倒树的位置在次生林东侧边缘，一棵斜倒的老榕树，树冠朝南。铁头右腿骨折，我已经做了外固定，但别动他的腿。抬他的时候用2根长树枝做担架杆，用藤绳编网。他编的绳够结实。剩下的下山。二牛，把村卫室的门打开。三婶，烧热水。你们就是那个生存节目里的人。是，山里有伤员，救援队正在赶来，我们需要在村口等他们，给他们带路。林场公路尽头，然后沿着昨天我们留的标记走。倒树位置我标在地图上了，这个给他看。林哥，你说阿坤和蚂蚱他们会把铁头带出来吗？会。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回头。骨膜都快压碎了，还走山路，你小子以后还想不想用这条腿了？林默，你怎么能还活着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是希望我活着还是不活着？这下好了，回去吹牛逼都有素材了。一是苏小小，我们在山沟入口找到黑风了，他还活着，但脱水严重，精神状况不太好，一直在说我这辈子就值那面墙。他交代了所有同伙和作案计划，也提到了你在矿洞里拆了炸药。他说那个女的把引线全拽了，不然我早炸了。能不能判他？能。铁头和阿坤的口供，王胖子的录音，林默提供的地图都是证据，再加上他在矿洞里的炸药残留和商务未搜税事实，足够定罪。林大哥，黑风抓到了。知道了。铁头也救回来了。阿坤和蚂蚱把他抬出来的时候人还活着，救护车已经拉走了。这趟活赔了。赔多少？1条腿，赚了5个人。还有下一季，下一季常规路线晴天，没有翡翠矿。你要是再敢带队进这种林子，我先打断你另一条腿。